周星驰新电影《功夫女足》没发布会，没预告片，没宣发，直接官宣定档7月。他凭什么？答案只有3个字：周星驰。这个电影名字很多人听着耳熟，因为这部电影早在2016年拍完《美人鱼》，他就已向媒体透露正在创作女子足球中华武术的故事蓝本。这也是周星驰打磨时间最长的一部电影。一晃快10年过去，有人猜项目早已夭折，却没想到他这10年全在闷头磨东西。他选完角之后没有宣传宣发，只是默不作声地带着团队扎进了国内5支基层女足队伍，跟着姑娘们泡训练场，吃集体食堂，一笔一笔记下他们的日常。大多基层队伍都是没人看的比赛，凑不齐的装备，明明看不到出路，却还舍不得脱下球鞋的劲儿。最早项目叫少林女足，中间改叫女足，最后定了功夫女足，名字改了好几轮，内核也早就不是少林足球的性别翻拍，而总投资足足3.8亿，是当年少林足球的数倍。其中近一半预算都砸在了特效上，全片特效镜头超过1200个，直接按顶级视效大片的规格来做。其中最大的投资方是中国如意。说到中国如意，很多人不熟悉，它是现在最大的影视发行商，手握700多家影院，还是众多大火电视剧电影的投资商，如《琅琊榜》、送你一朵小红花、你好李焕英等等。可如意为什么投这么多钱？也是因为从项目刚入雏形的时候就看懂了这部片子的分量。旁人只看到周星驰拍足球的商业噱头，他们心里算的是2笔更长远的账，一笔是新人账。周星驰3个字在华语引几10年，是为数不多名字挂上去，观众就愿意信的招牌。从长江7号票房2.03亿元，到西游降魔篇票房12.47亿元，再到最后美人鱼票房33.91亿元，中国内地影史首部突破30亿的电影，哪怕零宣发空降，也自带实打实的高质量电影。另一笔是内容账，草根女足的现实底色，配上功夫文化的民族表达，它不是蹭热点的快消品，是能接住大众情绪、留得下记忆点的作品。也正因为故事扎进了真实的泥土里，周星驰联赛场上的一招一式都不能让他玩虚的。为了让动作专业，剧组专门找了几十位现役退役女足球员做动作，铲断、扑救、身体对抗，一帧一帧录下职业球员的肌肉记忆，再套到演员身上。光特效够真实还不够，人也得真。所有主演提前几个月就进了封闭训练营，足球功夫双管齐下，全程拒绝替身。张小斐演队长，为了贴角色硬生生增肌15斤，每天绑着10公斤的沙袋练体能。迪丽热巴提前3个月开练，日常腿上绑着沙袋跑。语中戏吊威亚全是自己上，连演前男足国脚的张艺兴，每天都绑着6公斤的沙袋踢2000次球。为什么要拼到这份上？因为片场站着周星驰，他还是那个出了名的细节狂魔。凌晨3点蹲在足球场调整机位是常事，连球员踢球时头发飘起来的弧度，球衣被风吹起的角度，都得符合角度。但他也不是只会凶的严导演，新人演员拍摔倒的戏反复过不了，他蹲下来亲手给人调整呼吸的位置，轻声说再试一次，观众会记住这个镜头的。开机那天给每个工作人员都发了开工红包，也悄悄打破了传了很多年的吝啬传闻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来不肯为了档期凑合原本定的春节档，因为上千组特效没达到他的要求，直接推到了暑期档。他说宁可晚一点，也不能把没做好的东西端给观众。这份轴从大话西游到功夫20多年了，一点没变。他还重新开始全球素人海选，就挑真实自然的女孩。球队替补、青训小队员，这些不起眼的角色全是真的爱踢球的姑娘来演。他要的不是一群漂亮演员演女足，是让观众看着看着觉得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女孩。当然作为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，秦淮也没缺席，林子聪等老班底都回来客串了，连韩国影帝宋康昊都特意来出演。但和秦淮比起来，更有意思的是他这次的改变。前作里还有他演的男主带着男足翻盘，这一次他彻底退到了镜头后面，把赛场的成长、胜利的主权完完整整交还给了女性角色。为什么零宣发零物料就敢直接空降暑期档？表面上看凭的是周星驰这3个字，但往深了说，凭的是他磨了10年的剧本，凭的是1000多个特效镜头的较真，凭的是全剧组实打实摔出来的戏份，凭的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把自己的名气当免死金牌。他把周星驰3个字活成了对观众的一句承诺，只要名字挂在片头，就不会让买票的人失望。这一等快10年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周星驰的电影从来都值得